果然，我们女的不管多大年纪，只要不搞恋爱了，魅力就会直线上升。尤其对象还是玫瑰姐姐。看过这种老辈子恋综的朋友们，应该都懂我在说谁吧？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带的就是一个 anybody， 只要我开心就行。你害怕吗？特别快的时候有一点只要我爽 I don't care。 我们也还是那句话，少了玫瑰姐姐，这节目看点直接少一半。姐之前就是靠在各个约会对象之间横冲直撞加随机选人创出来的说话风格出圈的，不光节目里的嘉宾经常被她噎住，我们观众也没少被她整到一时语塞。他说他这2天没有睡好，他说是因为王老师搬去了他的房间，他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他说你欠我的睡眠。而现在玫瑰姐姐的故事线从国内大理转到泰国，整个人仿佛中间过了大半辈子，直接原地投胎再世为人了。但其实往前翻还是能看到一点就影子，8个人被通知分成2队，一队去海边，一队去丛林，领队已经定好，是上一次心动信息互投的 CP。 这里要注意了，因为罗非和晴姐姐互投，所以他们这一队还差2个人才能成队。而此时的玫瑰姐姐是1万个不想去罗非的队伍，即便在离开大理的时候，姐还在为罗非暗自神伤，说想找机会好好聊聊。另一位女嘉宾兔子也因为之前和罗非有过感情线，同样不想看罗非和晴姐姐你侬我侬，于是2个人都选了另一组。结果因为都是女的，节目组要求换人，兔子不乐意过去，最后换过去的成了玫瑰姐姐，换过去还不忘找兔子讨个人情。你们说这是不是又看到一点以前玫瑰姐姐的影子？我让你了啊，我让你了啊！而且有时候她的一些发言，乍一听像是在聊天，细一品又像是专门来气人的，这一套依旧是在线的。好喝吗？好喝，它有那种很浓的椰奶的味道，然后有菠萝汁。对于我来讲就是毒药。对，我超爱吃菠萝的。我不会跟你抢的，放心吧。也是从这里开始，玫瑰姐姐逐渐发现了新的生活乐趣，那就是恋爱她自己是搞不动了，但看别人搞恋爱还挺有意思。比如隔壁晴姐姐、罗非和刚子大哥3个人直接进入老辈子爱情的滑稽模式，玫瑰姐姐顿悟自己的恋爱没意思，看别人偷偷摸摸搞才有意思。你可以把你的你尝一尝。我突然有点，因为我从小是觉得别人吃过的东西都会不太卫生，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希望通过这些亲密的举动来表达进一步接触的愿望，有一点意外的。晴姐姐这里也必须给你们来一段回放了，当初为了和刚哥绑定，特意点刚哥爱喝的咖啡，2个人都已经到能共喝一杯咖啡的程度了，结果今天站在罗非面前反而开始矜持，这操作说实话真的有点让人看不太懂。帅哥喝是美女喝，我先喝2，先喝2，好不好 ？OK， 好。祝你们2个白头偕老。白头偕老。你看出来了我们俩是一对了吗？哎，看出来了。哪里看出来？眼神看出来，帅哥的眼里全是你。真的太有意思了。更妙的是，这个阶段玫瑰姐姐已经进化到可以共情别人了。朋友们，你们细品，那天的刚子大哥和罗非一句话总结就是围着晴姐姐转，而玫瑰姐姐因为让了兔子，不幸和这个3人组分到了一起，2男2女，不管干什么都要分组。2位男士为了和晴姐姐一组轮番献殷勤，每次没分到晴姐姐的那位，就被自然分配给了玫瑰姐姐，而玫瑰姐姐此时已经心如止水，满脑子都是爱情这东西，还是看你们玩比较有意思。和刚子大哥一组去划皮划艇，刚子大哥全程着急，眼睛始终盯着隔壁船的罗非和晴姐姐，玫瑰姐姐主动搭话开玩笑，大哥照样一副晴姐姐以外的女人都不算女人的状态。我可能一会儿没劲了，就得靠你了，你没问题的，别老靠我。不是的，女人不能老靠男人，要不怎么说我们喜欢玫瑰姐姐呢？就说上次她和刚子大哥约会那一段，大哥为了心里的晴姐姐，拼了命不给玫瑰姐姐留一丝幻想，话一句比一句毒，换别人早就破防了，玫瑰姐姐却全程笑嘻嘻的听着。这次又被刚子大哥正面对了，姐依旧不恼不炸，甚至还能顺手同理一把。说实话，从大理转到泰国这中间，玫瑰姐姐是不是已经悄悄把情丝给拔干净了？有点累。继续左。其实是生气的，另外也同理到他的难受，因为毕竟喜欢的人被另外一个人争取，所以我让了。那边是2男1女在认真争取这场爱情游戏，这边玫瑰姐姐已经佛系上线，一个人站在边上，硬是玩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功课吧，我就不想再管什么了。我自己走出去，在海边
我觉得能够游泳，在大海边走一走，我就会很开心。玩到摩托艇这一趴，更是直接切换到大女人频道了。要知道，这次和他一起玩摩托艇的是罗非，此前他还心心念念想找机会聊聊的罗非。罗非坐上他的摩托艇，还有点小交金，内心大概在想，你多少还是对我有点意思吧，我不能给你太多信号。于是全程双手抓着后座，整个人严阵以待。而玫瑰姐姐完全没想那么多，自己开着摩托艇的感觉，大概和掌控自己感情方向盘太像了，姐只顾着自己爽，至于坐在后面的到底是谁，好像已经不重要了。我喜欢刺激的项目，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带的就是一个 anybody， 只要我开心就行，只要我爽 I don't care， 没有那么难，还可以。哇 ，OK， 哇，喂，喂，不要太快。 Just follow the theme。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你会发现，不执着搞恋爱的玫瑰姐姐，可能真的和她之前说的一样，我多才多艺，我很爱我自己。她的自洽来的有点突然，却意外的赏心悦目。刚子大哥对晴姐姐各种殷勤，尤其是在罗非面前频频表现，玫瑰姐姐不急了，也不嘴硬了，直接说很羡慕刚子大哥对晴姐姐的坚定选择。但羡慕归羡慕，有没有落到自己身上也无所谓了。4个人去海边散步，2位男士的注意力全在晴姐姐身上，玫瑰姐姐几次主动开启话题都没人接。姐干脆自说自话，自己玩自己的，这种淡然反而让人怀疑玫瑰姐姐身上的那些执念是不是终于都散干净了。哎，它这个每一个洞里面是不是都会有螃蟹之类的？啊，疼死我了！从哪可以直接上去吗？不能。我觉得当你放下一份执着以后，你只要想开心，你走到哪里跟谁都能开心。我自己就要让我自己开心。原来这就是赶海啊！到了4个人的晚餐局，玫瑰姐姐和罗非正面 battle 的这个点也很值得细品。晚餐前半段依旧是2位男士为了争取晴姐姐的注意力，各种孔雀开屏。一会儿是刚子大哥发表观点，说女性可以同时专注很多事情，但男性一生只会专注一件事。罗非立刻站出来否认，晴姐姐也是一个秒跟回应，气氛一下子就微妙起来了。女人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男人更多的是专注一件事。不，我不喜欢强调女人是这样，男人是这样的。对。一会儿话题聊到灵魂伴侣，刚子大哥当场一脸不解，什么灵魂不灵魂的完全听不懂。另外2位顺势开始深度发言，而此时的玫瑰姐姐依旧没有插上话，全程安静旁听。你知道，女生我是觉得就是有的女生她真的会同时对很多男生释放信号啊，有很多男生呢就以为他喜欢他。明白。晴姐就是比较喜欢当主持人的感觉吧，就倾听吧，倾听为主。最后聊到找对象，到底要不要多比，对几个人在做选择。罗非提到一个在美国做过的实验，说有专家认为，如果你在前5个约会对象里已经遇到让你心动的人，先不要选，而是继续去认识新的人。如果后来出现一个比前5个里那个还让你心动的，才是真正的对的人。他做了一个测试，他说你先去 dating， 如果是前面10个或者5个遇到过你的很喜欢的人，不要留在一起。你们再继续走到下一个，起码是跟那个人一样的那个感觉，或者比那个好，那就是他。玫瑰姐姐当场一个不解，直接反问，那不就和我们捡麦穗的故事一模一样吗？明明已经捡到一根很好的麦穗了，却还是不甘心，想再往前捡，总觉得还能捡到更好的，结果很可能走到最后什么都没得到。这一段直接给老叔来了一点小小的震撼。可是那个麦田不是麦田原理，就是走拾麦穗，然后走到最后，总想找一颗最大的麦穗，但是走到最后以后发现麦穗都很小，或者麦穗没有了，是吧？更妙的是，玫瑰姐姐不是一直说想找罗非聊聊吗？
结果这次反倒是罗非先坐不住了，晚上主动单独来找玫瑰姐姐谈。罗非的逻辑是觉得玫瑰姐姐可能还对自己有感觉，而自己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要提前说清楚。但这场对话聊到中段，画风逐渐变成了罗非在解释自己并不是见一个爱一个，而是每次约会1-2次之后才知道喜不喜欢合不合适。罗非的问题问得有道理，玫瑰姐姐的反问也正中要害。作为男人的话，譬如说你去约一次会，那你因为开心，你发现他就是你想认识的那个人，到了第2次，你如果没有发现你有那种感觉，如果第3次去约会，那你是往后退吗？还是继续做，为了客气、礼貌？我会认为这个男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也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我看来，在这个年龄应该是知道你应该想要什么。所以说，玫瑰姐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迷人的？就是在她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适合我，我不要了的那一刻。确实能感觉到我们的观念是不同的，他不是我要找的人，也是叫解释，也叫尊重吧。我觉得也算是对我整个这个过程有一个交代啊，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你想多了。更高阶的是，姐不仅自己不搞恋爱，已经从恋爱的迷雾里走出来了，还开始惦记别的受害女生了，直接对罗非说：“你和我聊开了没事了，记得也去和兔子聊聊哦。”他也挺困惑的。我们再看罗非和兔子这一聊，火花也是相当四溅。我有时候会受到一种压力。我听到这句话时，我非常非常的舒服。如果我们继续延续下去，你会觉得太快了。你讲讲我跟马琴不同点在哪？我来听一听。老辈子恋综的含金量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抓马，你们就说是不是吧？评论区见，不见不散。